这孩子底子虚，累过头了。回头呀，我开3天药，成王后好生休养半月，千万别再下地干活了。这才多大的娃，哪经得起这般折腾？多谢张郎中。哎，走了。我竟然穿越了。明渊，可好些了？哟，大哥在家呢。明渊这身子可真是金贵，不过下地干活了几天，就躺了足足3日。穿越到的这家人，爹原本是个读书人，爷爷去世时非要他照顾二叔，为了供二叔科举，自己放弃了前程。结果二叔烂泥扶不上墙，10多年连个童生都没考上。后来二叔家的儿子当着族老的面念了2句3字经，又成了全家的指望，反倒是我们大房2代人都得给他们当牛做马。这郎中也瞧了，药也抓了，还打算在这炕上躺到什么时候？这地里的活可不等人。大嫂，我说句不中听的话，你可别怪弟妹多嘴。明渊天生就是种地的命，现在多受些磨练，那是为了明渊好。你说这话可真有意思，为明渊好。明渊中暑还不是为了供明文读书？他才12岁，就跟着他爹下地，连续干了半个多月的活儿。谁知道是真累，还是吃不了苦偷懒？郎中都说他可以躺半个月，在你眼里他就是偷懒，非得要我儿子死在地里面，你才满意是吗？大嫂，你这嘴可真厉害！我关心侄儿，反倒是我的不是了。明渊现在干活供明文读书，待明文考取功名，你们不也跟着享福啊？我男人供养了你男人那么多年，放弃了前途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有没有说过什么？我儿子为了供养你儿子安心读书，他在田里面下地干活都给累着了，累倒了，我们有没有说过一句话？不是因为我们傻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读书人才是族里面唯一的出路。我们干最苦的活，拿的最少，这些都不重要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他明明都给累倒了，你却还让他，你还这样？你吵什么吵？干什么？当我老太太死了吗？老大媳妇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叫为了老二家的孩子读书，供明文读书？那是族里定的规矩，你想反了天不成？明渊就该种地，供明文读书。奶奶，孙儿也要读书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们家金贵的明渊呀！怎么，炕上躺得不舒服，想换个地方躺了？还想读书？你脑袋上糊涂了吧？我为何不能读书？当年家里选读书人的时候，族老做主，让你们自己选择，一个种地，一个读书。家里勒紧裤腰带，勉强供一个人读书。你自己选了锄头，说读书没意思，不如刨地好玩。明文拿了书，才有了今天。那时他才3岁，只是觉得锄头新鲜，他怎么懂得什么前程啊？我看就是明文穿了长衫，被父子夸奖，眼红了，后悔了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自己选的路，还想赖账不成？娘，别生气。既然老二来了，正好我们一家人说说这件事。娘，不是我这个做婶娘的心狠，实在是家里这光景，砸锅卖铁，勉强只够一个人读书。眼下明文正要现世，正是关键时刻，家里哪还有余钱给那些3心2意的人糟蹋呀？是啊，娘，赵氏说的在理。其一，种地是明渊自己选的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岂能随意更改？若是传出去，那我们陆家的家风何在？其二，读书也是要看天分的。
我们家铭文从小就聪慧，镇上的夫子都夸他，说他是天生读书种子。但是明渊这孩子从小就野，说是让他和笔墨打交道，怕是白白浪费钱粮，耽误功夫啊。你胡说，我们明渊怎么就不是读书的料了？他小时候识字比谁都快。闭嘴！有你一个妇道人家插嘴的份儿吗？聪文，你是他爹，也是这个家的老大，你说这件事你怎么看？大哥，你还记得爹走之前拉着你的手都说了些什么吗？爹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咱家没出一个读书人，光要陆家的门楣。现在铭文就是我们陆家最大的希望。大哥，为了供铭文读书，你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弟弟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可是现在眼看着我们家铭文就要成才了，怎么因为渊儿的一句胡话就毁了铭文的前程，就毁了爹的遗愿？你说你孩子铭渊……奶奶，二叔，您说的对，当年拿锄头确实是我自己选的，但那时我只有3岁，只觉得锄头好玩，能跟着爹下地也是好玩。小孩子家的，哪懂什么叫前程，什么叫读书？抓周氏祖老见证，岂能儿戏？再说，我们家铭文可是夫子亲夸的读书种子，将来能考取秀才，你拿什么比？二婶说铭文哥是天生的读书种子，连夫子都夸他。可我听说县试1年考1次，铭文哥15，已经考了3次，连县试都没过。他似乎并不像您所说的，是天生读书的种子吧？这小子平时唯唯诺诺，今天说话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奶奶，郎中嘱咐孙儿半月内不得劳作，孙儿想向您求个恩典。什么恩典？给我这半个月时间，借我铭文哥的旧书看一看，半个月后请奶奶、父亲、二叔一同考教我。若我读出个名堂，就请奶奶恩准，以后让我和铭文哥一起读书。你读不出个名堂呢？若我读不出个名堂，是个朽木疙瘩，那我从今往后再不提读书2字。是不是读书的种子？给我这半个月时间，也给陆家一个机会。不行，家里这光景哪能供得起2个读书人？二婶儿，奶奶还未发话呢，您就替她做主。莫非这个家现在是您做主？你这半个月你就安心在家养病读书，家里不指望你干什么活，半个月后我亲自来考你。你真能读出个名堂，家里再紧也供你和铭文一起读书。娘，老二，把铭文看过的书给他拿来。娘，之前是儿子格局小，既然铭渊说想读书，我这个做二叔的也没理由阻拦。我这就回去给他拿书。谢奶奶。陆从志，你这个怂货，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？凭什么要给那个小兔崽子机会？当年是他自己选的锄头，现在他想反悔就反悔了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还有1个多月就要县试了，这是关键时刻，那家里多一个人读书，那家里的银钱就要分走1半。你这不是从咱们铭文身上割肉，去白白喂那个白眼狼吗？小点声吧，你没看见娘今天的眼神啊？我但凡敢说1个不字儿，他肯定以为我不想让侄子读书，心思歹毒。到时候咱在这家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那就白白便宜了他。邪什么？小兔崽子不是想读书吗？行，我成全他。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好心吗？给他准备的是百家姓和三字经这样的开蒙书。那你准备什么？
我给他准备的是孟子。当年明文开蒙之后读了半年，还是在有先生的教导下才读懂。他陆明渊大字不识几个的泥腿子，连个教他的人都没有。我看他半个月，别想读懂。还是你够坏，我倒要看看那个小兔崽子怎么出丑。侄儿，二叔给你送书来了。孟子，二弟，百家姓和三字经呢？哎呀，大嫂啊，其实我一开始也想拿那2本，但是那2本书好像被明文带去私塾了，家里就剩下这本孟子了。既然明渊敢立军令状，想必是有些底气的。若真是读书的种子，起点高一点，从孟子开始学，说不定就能激发他的天分，这样岂不是更好？陆从之，你这分明是在为难我儿。娘，二叔说的是，若连孟子都为难，谈何读书？侄儿谢过二叔。这小子竟不哭不闹，难不成真能感动？前世中文系不是白读的，区孟子，半个月足够了。既然这样，二叔就不打扰你用功了。走。渊儿，孟子可比三字经难多了，你二叔分明是在为难你。娘放心，儿子心里有数。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利于吴国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唯有仁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。曰得，何如则可以亡矣？贤者而后乐此。”这一大段我看了一遍就记住了。难道这也是穿越带来的能力吗？照这速度，哪需半个月？今夜我便能背熟。五亩之宅，数之以桑，50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处，勿失其食。70者可以食肉矣。苦读一夜，孟子竟已倒背如流，半月后的考教不足为惧。只是这身子骨太弱，别到时候功名到手却无福消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6、7、8。奇怪，做个广播体操和拳击训练，怎么练出了气感？浑身力气已经长了数倍，莫非这也是穿越带来的金手指？哟，明渊大早上不读书，在这瞎蹦跶什么？正好你二叔去接明文回来，你爹一个人在地里干活，你一身蛮力，去帮帮你爹吧。什么？二叔就为了接人，丢下农活就不管，让我爹一个人干重活？让你爹一个人干重活怎么了？我们家明文可是文曲星下凡，身体金贵得很，岂是你这泥腿子能比的？爹，明渊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今天的书我已经背完了，我来帮你砍柴。胡闹！干活重要还是读书重要？还是说，你觉得读书难，吃不了读书的苦，现在就打退堂鼓了？爹，那本孟子我已经背熟了。你瞎说什么？绝不可能！你二叔日内才给的孟子，怎么可能一夜背熟？赵夫子，老夫读圣贤书几十年，从未见过有人能一夜背会孟子。小小年纪就学会诓骗长辈了？不是，明渊，夫子面前你还敢扯谎？今日若不老实交代，你看我不教训你！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利于吴国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未有仁而疑其亲者也。
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毅曰：“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你当真是一夜被熟的？你当真是一夜被熟的？我再问你，那篇50步笑百步的后面是什么？田然古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易兵而走，或100步而后止，或50步而后止，以50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那句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的前面是怎么说的？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清真一字不差呀！过目不忘，当真是过目不忘。爹，在这之里看见了吗？咱们陆家要出读书人了。从文，这孩子果真是昨夜才开蒙？夫子明鉴，明渊确实是昨夜才拿到孟子的，从文万万不敢欺瞒。从文向来忠厚，既如此说，这孩子怕是真有神童之姿。好啊，一夜通读经典，实属难得。凭着过目不忘的本领，考取功名，一个秀才是跑不了的。从文，只要你愿意，老夫愿收明渊为徒。快谢过夫子。谢过夫子。农忙过后，便行拜师礼。夫子慢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明渊，赵夫子可是正经的举人老爷，虽说没中过进士，可他的学问比那些县里的秀才夫子强了10倍。你能拜在他门下，这读书之路相当于踏上青云梯。走，我们快回家，把这个喜讯告诉你娘啊！嘿。远峰啊，我听说您与那位林巡抚是同年，如今他又身居高位，再三邀请您出山。只要您肯点头，何愁不能身居庙堂？何必在这乡野蹉跎？远方，莫要看不起乡野啊！浅滩也能藏蛟龙，乡野一出麒麟儿。乡野，麒麟？赵叔可是又发现了什么良才？这乡野的陆家出了一名了不起的读书人。陆家？陆家？难不成是陆从之的儿子陆明文？哟，从文，真是捡到金元宝了，看把你乐的。哪有啥喜事，那个瞎乐呵乐呵啊。不对啊，你这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，是不是你家明文又得先生夸奖了？哎，不是明文，是我家明渊也开始读书了，我这个心里啊高兴。从文，你没发烧吧？你家明渊这小子啊，从小跟你在田里打滚，晒得跟个黑炭似的。他读书就是啊，读书那玩意儿是咱们这种泥腿子能碰的吗？不是，你们懂啥？我家明渊那可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。行，你家要出个状元郎啊，我们可等着喝喜酒啊。不是你们，咱们走吧，跟他们说不着，干活去了。行，我看从文是魔怔了，为了个儿子什么话都敢说。可不是嘛，等他陆家祖坟冒青烟了，还文曲星下凡。回去啊，记得把陈夫子夸你的话好好说给娘娘听。爹放心，我晓得。从之老爷留步。先生有何事啊？这就是明文少爷吧？果真是一表人才啊！刚才赵夫子就直夸陆家出了个麒麟儿。爹，赵夫子夸我是麒麟儿。赵夫子真是这么说的？对，是这样说的。太好了，赵夫子可是正儿八经的举人大老爷，连他都这么说，想必这次献诗你也是10拿9稳，说不定
府士、院士都能一举拿下，到时候直接考个秀才回来。哎呀，多谢先生，多谢多谢。走，回家。行。咱家明渊，云儿，你又下地了？你不是说要好生读书吗？你该不会是觉得读书苦，你要放弃了吧？娘，儿子已将明文啊，你可得记住，这夫子说的话呀，那都是金玉良言。好像是明文回来了。今年县试，你一定要一举拿到案首，跟你爹、跟你奶奶，给咱们陆家长长脸。奶奶，何止是县试，我老太太今天在祠堂听族人们说啊，只要明文过了县试，入了学府，就是秀才公，是巨人老爷。呀，县试对明文来说简直就是轻而易举。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，听赵夫子说了，明文是咱们陆家麒麟儿，咱们陆家要出第一个读书人了。太好了，赵夫子他可是巨人老爷，他亲口说明文是麒麟儿，明文秀才有望了，不愧是我们陆家的读书种子呀。是啊，咱们陆家的文运可都记在明文身上了。至于明渊，他天生就是个拿锄头的命，连笔墨有多种都掂量不清，还配谈什么读书天赋？哎呀，大哥大嫂，你们在家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。娘，何必道歉？明渊他本来就不是学习的料，就算勉强进学，也跟不上夫子教学的进度，最后只能被赶回家，白白糟蹋束修。你们莫要小瞧人，我们明渊半个月后的考核肯定能过。大嫂，你怕不是失心疯了吧？人家赵夫子都说我们家明文是麒麟儿，他读孟子都要半年，你们家明渊半个月能读懂？今天赵夫子也夸我们家明渊为麒麟儿。当家的渊儿真的也被赵夫子夸了吗？当然。大哥可别胡说八道啊！我明明听见赵家的仆人亲口告诉我，咱们陆家出了一个麒麟儿，这人是明文。我看啊，大哥跟大嫂想让明渊读书想疯了。娘，我看大哥嫉妒明文，想让明渊也出出风头。大哥为人忠厚老实，没想到居然为了明渊说谎。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但是大哥也不能骗娘吧？估计是明渊调皮才给大伯这么说的。这样的品性，就算到书院里了，也会被父子赶出来。娘，要是这样，明渊考教过了也不能去读书，不然我们白白浪费了银子，还会连累陆家名声。娘，明渊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孩子他爹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娘，明渊今天确实……行了，别争论了。明文在县里苦读书，走，咱们开饭吧。对对，娘，明文要回来呀，我早上就把家里老母鸡给炖了，我现在就端上来。好啊，走。明文呐，多吃点儿。读书最是耗费心神，得好好补补。这只鸡呀，就是专门给你炖的。谢谢奶奶。明文，你读书爱用脑，多吃点儿。不像明渊，现在书也不读了，下地跟着大伯干了一地的农活，只会使这蛮力活。什么？我早就说过他不是那块料，你们偏不信，非让他装模作样的读一天。怎么，读不下去了吧？就跑地里撒野去了？我们陆家的脸都让你们大房家给丢尽了。娘，渊儿是看到他爹一个人干活太过辛苦，所以才……奶奶，二叔给的那本《孟子》虽然已经背熟了，既已背熟，自当为父亲分忧，下地做力所能及之事。
这是圣人教诲的孝道。一天就能读懂孟子，你当自己是文曲星下凡，还是圣人夫子转世？真是笑掉人大牙。明渊，莫要开这种玩笑。一天看完孟子，便是现学的陈夫子亲至，他也是做不到的。好一个陆明渊，书读不进去，自甘堕落也就罢了，如今你还学会了撒谎骗人。今日我若不请出家法，往后还不知要教出个什么无父无母、欺瞒长辈的孽障来。娘，明渊他小，他不懂事，许是见明文风过，说了胡话，您就饶了他这回吧。大嫂，12岁的娃还叫小，今日敢骗娘，明日就敢祸害全族，若不严惩一番，早晚拖陆家下水。现在请出家法，那是为了明渊好。陆明渊啊，陆明渊，既然你自己作死送上门来，二婶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们一家好好的给我们当牛做马就好，想读书没门儿。是啊，此事事关陆家声誉，必须请出家法。这眼看着这马上就要现世了，你说万一这事传到县里，一定对明文的考核有影响，到时候咱们可担待不起啊。娘，您就饶过明渊，再给他次机会。明渊，快跪下，求求奶奶，快呀，明渊！娘，快！娘，不能这么轻易接过。若现在不用家法的话，此事传出去，说我们陆家家风不正，那明文的科举之路就要到头了。奶奶、祖母，书院最重家风，若包庇此事，孙儿前程怕是要毁于一旦。当家的，你快让儿子跪下来，一起求求娘啊！老大，你就是这么教儿子的？不学无术也罢，还骗人！娘，您何必这么着急？大哥，你是不是忘了爹临终前的嘱托？难道要为了这么一个谎话连篇的孩子，耽误我们陆家满门的希望吗？明渊有没有撒谎？考教一番，不就知道了？好，大哥说的对。今日便考教明渊。陆明渊那小兔崽子，只读了一夜孟子，也敢接受考教？大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。当家的，明渊只读了一夜，现在考教，这不公平。哎，大嫂，大哥既然都已经说了，那我们必须考教考教，别到时候说我们二房容不下侄子读书，故意打压。明文，你平日在县学读书，陈夫子经常拿孟子来考教你，不如今日你就来好好考考你堂弟。出的题难写，别让这小兔崽子轻易答出来。陆明渊呀，陆明渊，你还敢撒谎？看你今天怎么收场！好，明文，你来考教明渊。堂弟，你既说看完了孟子，我便借着前几日陈夫子考我的问题，来考考你。堂哥，请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。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夫子问：何为义？为何生与义不可得兼之时，必舍身而取义？请堂弟为我等解惑。这考的是精益深浅。明渊只读了一夜的孟子，如何能即刻领悟其中道理？便是一般秀才也难以领悟呀。这分明就是在为难人。是娘让明文当考官的，自然是明文出什么题都行。你们这般三番五次的阻拦，莫不是连娘的话都不听了？是啊，我看就是有些人背不下来书，在这胡搅蛮缠。大嫂，不如还是让明渊早点认输。要不你们现在认输，我们替你求求情，让娘不请出家法。你们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烂木头板子生烂木头板子，还真以为自己下了什么好蛋。哎呀，怎么跟大哥大嫂说话呢？虽然明渊从小就不成才，但是一笔也写不出2个路字嘛。
你们太欺负人了！你们娘，请安心。堂弟若答不上来，认输便是。我只是觉得堂哥这题出的太过肤浅。什么？明渊，答不上来就认栽，装什么强？这顾左右而言他的本事，还真是跟他娘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堂哥在县学里，陈夫子可曾教过何为孝？孝者，善事父母也。此乃蒙学便教的道理，何须夫子多言？说得好。那敢问堂哥，若父母将亡，须以己身为药引，方能救之。此时是生大还是孝大？生乃是人之本能，如草木向阳，如飞鸟归林。但人之所以为人，绝非草木禽兽，便在于除去本能之外，心中尚存有比生更重之物。怎么可能？这小兔崽子怎么能回答得出来？当着公道与一己私欲、性命相冲突时，舍生方能取义，这便是我对夫子之问的解惑。堂哥以为然否？经义不过是些空谈，背诵才是根基。你既说看完了孟子，便考你几段篇的。堂哥请。滕文公下公孙丑问曰一篇，你且背来。这是孟子中极为生僻的一章，寻常学子的未必能通篇背诵，我就不信陆明渊你能背下来。公孙丑问曰：不见诸侯何意？孟子曰：古者不为臣不见，断干木。背的倒是熟练，可你当真理解其中含义？我再问你，尽心上有云：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是天也。何为存心？何为养性？又如何是天？坏了坏了，这是孟子中最为精深玄妙的义理之一。这一段连现学的陈夫子也只让我们记下，并未深入讲解，我就不信陆明渊这都能懂。明渊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明渊，乖乖认个错，老太太兴许能从轻发落。存心者，存良心，存本心也；养性者，养善性，养天性也。说得好。当家的，渊儿是不是说对了？堂哥，我解的背的可都对，可都对。明文，他解的可对吗？他答对了。这小兔崽子怎么可能答得对啊？肯定是撞大运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，渊儿？娘，瞧我这记性，我刚刚背滕文公下时，竟漏了一句。哪一句？我刚刚背到不为臣不见，竟直接跳到了断干木。中间的这句古者不为臣不见，竟是说重了。娘，明渊背漏了，考教失败了。是啊，娘，明渊自己说了能背诵全篇，结果背漏了一句，考教失败。二叔二婶说的是，看来只背了一天，终究是根基不稳，错漏百出。明文哥寒窗苦读近10年，学问扎实，想必是一时太过劳累，是小弟的不是。你，哎呦，明文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我文章还没温习完，先回房了。你这个小畜生，故意让你堂哥下不来台，好显自己能耐是吧？咱们陆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心思歹毒的孽障？二婶说笑了，这天下如此多的文章，圣人尚有错漏，我就读了一晚，漏了一句半句，再正常不过。明文哥寒窗苦读10年，尚有纰漏，我一个萌童错了，岂非理所应当？明恩这小小的年纪，脾性就这么大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，烂木头板子生烂木头板子，还真以为自己能下个什么好蛋。你们，娘，明渊背漏了，考教失败了。他漏了一句，考校不合格。都给我闭嘴！当我老糊涂了，明渊只读了1页就达到了这个地步，漏了1句还算个什么？考教通过。月儿，快谢谢奶奶！谢奶奶成全。
你既开了窍，就好生读书。地里的事儿啊，就由你爹你娘担着。以后啊，就专心读书。这小畜生把我儿气得呕血，绝不能让他如愿。娘，明文现实在即，陈夫子、赵夫子都说明文有秀才之才，接下来府试、院试都需要银钱，要不让明渊晚半年读书？是啊，娘，我们不让侄子读书，实在是家里银钱紧吧？要不等明文考上秀才，再让明渊上学也不迟。娘，明渊既已通过考教，就应该正经拜师进学。娘，让明渊晚半年换陆家出一个秀才，这可是爹的遗愿啊！哎，是啊，爹盼这一天可盼了一辈子呀。明渊呐，你还小，晚上半年不妨事。等你堂哥考上了功名，奶奶定给你请个最好的先生。不，明渊他已经通过了考教，这……大嫂，娘的话你也敢驳？又不是不让你儿子读，只是晚些日子，你怎能这般不识大体？是啊，等到明文考上了秀才，到时候一句话就能让明渊上最好的书院。小畜生也配读书？等我儿中了秀才，你们全家都得供他考举人，你们就死心吧。哎呀，当家的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娘，若明渊拜师不花银钱，可否让他读书？大哥在说笑吧？拜师怎么可能不花钱？莫不是想偷偷塞钱糊弄娘？赵夫子亲口说，明渊是我陆家麒麟儿，愿免费收他为弟子。当家的，赵夫子当真说了，他可是举人老爷，若是有他的教导，渊儿定会前途无量。大哥大嫂在做梦吗？赵夫子确实说我陆家有麒麟儿，但是那是我家铭文，赵夫子家的仆人亲口跟我说的。为了明渊，连大哥这样的老实人也开始扯谎了。我大哥大嫂怕不是想偷摸的给赵夫子塞钱吧？从文，你怎么说？奶奶，娘，明日去了赵夫子家，便知分晓。好，若让我知道你们暗中塞钱作假，明渊今生就别想再读书。这小畜生好毒的心计，明文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啊！娘，没用的，经此一事，祖母的心已经偏了。放心，娘断了他读书的路。他竟然谎称赵夫子说他是陆家麒麟儿，还想免费收他为弟子，真是异想天开。赵夫子夸了麒麟儿，明明是我。就是，你大伯竟是私下打点了赵夫子，待明日我们全家共同前去，看他如何收场。爹娘，儿子此次回来有一件事想要和家里商量。何事？县学陈夫子说，县令请高进士开了学府，入学者考中秀才的把握能添3成，只是数学要20两。20两？至少说，这得3两3年啊。原本我想着全家供我一人总能凑齐，可现在明渊也想读书，大伯他们绝不能让那小兔崽子毁我儿子前程。可就算断了他读书的路，咱们也凑不出这些钱啊。儿，你请安心读书，银子的事爹来想办法。爹，真的吗？你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啊？你忘了，大嫂的嫁妆，少说值20两，而且那钱本来就应该是给铭文用的。不止银两，明日赵夫子那儿，咱们全家都要狠狠打大房的脸，叫那小畜生彻底断了读书的心，让他牢牢记住，他生来就是土里刨食，供我儿子读书的命。大哥，现在认错还来得及，
要不然一会儿谎言被戳穿了，可别怪弟弟不留情面。只要你们答应供明文读书，我们可以替你们求饶。将来明文考上秀才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给明渊挑一个好一点的书院。叫门吧。给脸不要脸。明文，学生陆明文拜见赵夫子。原来是陆家麒麟儿登门啊！先生，昨日赵夫子夸我是陆家麒麟儿，今日我特地来拜访他老人家，劳烦通报。稍等。大哥，听见了吧？赵家老仆亲口说我儿才是麒麟儿。你们谎话编不下去了吧？娘，大哥昨日分明是在欺瞒您。奶奶，大伯此人忠厚老实，定是明渊教唆大伯说谎。这样品行不端，就算你有读书的天分，也会为我们陆家引来祸水。可赵夫子说的明明是明渊啊！从文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娘，这奶奶，等会儿赵夫子出来便知分晓。陆明渊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待会儿看你如何收场。爹，奶奶，快看，赵夫子来了。大哥，赵夫子肯定是看在我儿是麒麟儿的份上，才出来亲自迎接。你最好现在赶紧跪下给娘道歉，还来得及。晚了，方才给过大哥机会，你们非要偏袒那个撒谎的小畜生。这赵夫子说的明明是明渊。娘，赵夫子都出来了，大哥还死性不改，骗你说赵夫子夸明渊。老大，明渊，你们竟敢联手欺瞒我这个老太太，这种品性，使文曲星下凡也休想读书。正肃衣冠，迎赵夫子。学生陆明文拜见赵夫子。学生陆明渊拜见夫子。明渊何须多礼啊？今日前来可是为拜师？大哥说的事情难道是真的？赵夫子真夸这小畜生是陆家麒麟儿？不，陆家麒麟儿是我们家明文才对。赵夫子，你认错了吧？犬子是明文啊！胡言乱语，老夫何曾夸过旁人？陆家麒麟儿非明渊莫属。陆家麒麟儿只能是我们明文。夫子都亲口认证，你们还要自欺欺人？难道是死鸭子嘴硬不成吗？凭什么一个泥腿子也配称陆家麒麟儿？凭什么未开蒙便能一夜送进孟子？这种天资，莫说在乡下，即便是在府城，也是百年难遇。他不是，难道是你这个3年都未过县试的庸才吗？庸才？娘，书院催我回去，我先回书院了。明文，明文，小畜生，就是你让我家明文下不来台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？你就不能一辈子老老实实种地，供我们家明文读书吗？早晚有一日，我定让你付出代价。哼！夫子，拜师的事儿呢？既约定，今日也是吉时，便行拜师礼。哎呀，好啊！请夫子饮茶。既入我门下，老夫当倾囊相授，望你日后勤勉不辍，莫负韶华。学生谨记。快起来。你现在已经是读书人了，读书人身上该有些提己钱了。奶奶这儿有2000银子送给你傍身，要用功啊。我们渊儿也是读书人了。好了，渊儿，明渊，家里有爹娘撑着，你只管说你想学，给爹娘争个面子，考个秀才回来，让咱们陆家出个真正的读书人啊！渊儿，
你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千万别省着，爹娘有的是钱供你啊。明月，你父母已归，且放心，随为师进书房进行今日之课业。若每日课业未完成，休怪为师严令。学生遵命。孟子你已熟记，蒙学读物可日后涉猎。这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此乃四书，是科举取士之根本。天下文章万般变化，其根源皆出自于此。先通篇背诵，将其刻在脑子里，融会贯通。唯有如此，方能为日后的科举正途打下最坚实的基础。学生谨记。你既有过目不忘之能，今日给你的课业便事倍半步。3个时辰后，老夫亲自考考你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孔子曰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1个时辰，3本经书竟已全部烂熟于心。现在去接受夫子考核吧。不可，过目不忘尚能说是天资过人，若让人知道我能顷刻间猜透经义，锋芒太露，怕是要招来无妄之灾。藏锋守拙，方是安身立命之道。夫子免了束修，但这笔墨纸砚皆是开销。爹娘2人下地干活，供我读书，实在辛苦。不如写点小说，换点钱。混沌未分，天地乱，茫茫渺渺无人见。自从盘古破鸿蒙，开辟从兹清浊变。已经写了7回，眼看距离夫子定的考核时间将近，先去接受夫子考核。赵叔，听说你新收了弟子，这弟子在西游记。夫子，距离考教尚有2刻钟，莫非有什么难处？明月，可是经文有不解之处啊？回夫子，学生已经背诵完毕。好，不到半个时辰背诵完半部经典。好，学生背会的并非半部，而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3部全书。你说什么？学生说3本经书，学生已经全部背下。胡闹！此乃圣人经典，岂是你这般囫囵吞枣、哗众取宠的？读书之道，贵在沉心静气。你这般狂妄，将来如何成得了大器？回去再给老夫用心的诵上10遍。夫子息怒，学生所言句句属实。夫子若是不信，便可随意考教一番，便知分晓。狂妄！不到3个时辰，背诵完3部圣人经典。老夫读书数10载，见过聪慧的，见过勤勉的，从未见过像你这么狂妄的。还请夫子考教。好，那老夫便考考你。
所谓诚其意者，物自欺也。下一句，如无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对上了，分毫不差。或许是巧合，这孩子恰好记住了这一段。既然如此，君子之道，譬如行远必自耳，譬如登高必自卑。这里边老夫注有一言，你且背来听听。这一段是我在那本《中庸》的注解，如果明渊只是简单背下，定不会注意到这个注解的。夫子注曰：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，而远人不可以为道。故圣人之路，始于足下跬步，终于天下太平，其心一也，其行一也。竟然背出来了！竟然背出来了！背得好，背得极好。然寄诵乃是根本，既然你通读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那老夫请问，何为格物致知？何为修身齐家？方才对答已让夫子震撼，这般锋芒，够了，过犹不及。回夫子，学生不知。学生所读之书甚少，积累浅薄，尚不能解其中深意。好一个不知！明渊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明渊，不知也很好，你是个读书的种子，只是读得稍晚了些。寄诵是根基，你拥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优势，接下来便是解。多读多看多思，要将天下书装进你的脑子里，用心去悟，用心去想。谢夫子。时辰尚早，你且回书房继续用功吧。待你读尽天下书之日，便是你惊叹文坛之时。书稿呢？这本奇书可是兄台所作？在下林远峰，家中与诏书是世交，兄台便是诏书新收的高徒。在下陆明渊，你手中的书稿正是在下所作。看到陆兄大作，偶然拜读，实在是引人入胜。本以为如此佳作定是诏书所作，没想到竟是兄台的大作。林兄过誉。刚好我家在县城经营汉墨轩书房，陆兄此书若肯相让于我，这价钱好商量。正处销路，此人倒是送上门来了。林兄家既与诏书是世交，那自当优先，只是不知林兄愿意出多少。陆兄这大作，文笔尚显青涩，这情节啊亦有夸张之处。我认为，若是林兄看不上在下的作品，那我明日自去县城另寻出路。旷世奇书竟被说成不合理，当真可笑。陆兄莫急，方才玩笑罢了。这书实在是精彩，10两，另加2成利。这价钱在咱们县里可是头一份了。20两，利润对半。5成，你这是要掏空我家存款啊？这《西游记》只是在汉墨轩独家刊印，林兄是明白人，此书的价值你比我清楚。若此书上市，敢说必定洛阳纸贵，到时候林兄怕是要连夜开动印坊，数银子数到手软了。好，就依你，20两银，5成利。汉墨轩独家刊印，先付5两定金，买断前7回，可立字为据？当然。好，这是定金。有了这些银子，爹娘总算能轻松几分，种地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原以为明渊只是乡野麒麟儿，不料竟是潜龙在渊。
此等天纵之才，若埋没草莽，岂非暴殄天物？老夫既为人师，定要为他铺就青云路。文彦兄当年高中榜眼，现如今已是封疆大吏，若得他青睐，明渊将来科场官途皆可无忧。汉文兄如晤，今有璞玉待着，乾隆欲出。孩子，这便是为师为你铺的登云梯。大人，江陵县加急信函。好一个司棋兄，居然在乡野觅得乾隆。他当年的才学不输于我，能得他如此盛赞，必是人才。这个弟子我收定了，待到来年3月春申，我亲赴江陵县，定要看看是怎样一条乾隆。练拳10余日，体内气感充盈，气力增长了数倍，这身子总算调养好了。哟，这小兔崽子起得倒挺早。起得早有什么用？待会儿……嘘，小点声当家的，这小畜生可能听到。怕什么？隔着这么远呢。这些天锻炼不仅让我增加了力量，还让我武识变得灵敏不少。二叔二婶说话声音虽小，可一口一个小畜生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没想到因为我读书之身，他们对我的恨意竟深至此。我这就去县里请陈夫子，只要他在娘面前夸赞铭文，老太太一高兴，那20两她也得心甘情愿的从大嫂嫁妆里给咱们掏出来。对，有了这笔钱，铭文进高进士的书院就稳了。他们竟把算盘打到娘的嫁妆上，必须挫败他们的阴谋，免得他们3番2次算计我们。正好修记第2卷写好了，顺便拿给林兄。可算到了。您是何人？啊，老哥，我是书院弟子陆铭文的父亲，想找一下陈父子，麻烦您通报一下。等着。夫子安好。陈夫子安好。小人是学子陆铭文的父亲陆从志。这是小人的一点心意，孝敬父子您买茶。哦，是铭文的父亲，不知你今日前来所为何事？父子，不瞒您说呀，我家铭文从小便痴心想学。我们做父母的也是砸锅卖铁的供着，这孩子呀也还算争气。这些年跟着您，多亏您的细心教导，学问大有长进。只是你也知道，我们是乡下人家，见识短浅，尤其是家中的老娘，总是说读书没有什么用。所以呢，哎呀，在下想请您明天到我们陆家村走一趟。您只需要当着我那老娘的面夸一夸铭文，就说这孩子天资聪颖，刻苦努力，此次县试不说10拿9稳，便是将来的府试也大有可为。铭文这孩子平日里确实刻苦，既然你这般有心，那老夫明日午后便抽空过去一趟。多谢父子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原来是想借陈夫子的嘴骗奶奶，动娘的嫁妆。先生，小郎君何事？方才陈夫子和那人的交易，您都听见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是200文。
只要你答应帮我做件事，事成之后还有800万。放心放心。小郎君也是来问《西游记》的，真不巧，今日又受庆了。陆兄，你可算来了，下去吧。陆兄，你简直是神人下凡，你可知你那《西游记》？不，现在城里人人都叫他《石猴传》，他卖爆了，卖疯了。冷静，冷静。想我汉墨轩开业10几载，从未见过如此盛况。每日清晨，铺子还没开张，便有大批的读书人、说书先生都排着队等着。短短数日，第一册的存货便销售一空，如今连加印的都快不够了。不知陆兄这次来，可否带了新一卷的画本子？新的一卷自然是带来了，不过，林兄，先前我们说好的那15两银子，可否先结给我？你看我这脑子！光想着开心，把正事给忘了。陆兄莫急，我这就给你结银子。陆兄，请看，这是15两白银，足两足重。这还只是答应你的15两银子，这利润啊，我可还没给你算呢。喏，这是账本，你先瞧瞧。陆兄，《西游记》自发售至今，短短数日，我们盈利就有足63两白银，按照我们先前说好的，利润55分账。陆兄，你本该分得31两5钱。给你凑个整，陆兄，你分32两。李少爷，账不是这么算的。当初林兄支付我的定金是20两白银，这笔银子理应算在画本的制作成本之中。也就是说，63两的营收先要扣除这20两的成本，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利润。如此一来，真正的利润便只有43两。我们55分账，我应该得21两5钱。好，好一个陆兄！我从未见过陆兄这般有意思的人，这份心胸，这份气度，林某佩服。不愧是被赵叔看中收为弟子的人。既然如此，还要劳烦林兄一事。劳烦林兄把这些银子换成银票，顺便让人帮我带至烧鸡。好，二贵，是即刻去最先带只烧鸡回来。好嘞。哦，陆兄，你稍等。陆兄，这是前些日子苏州新送来的长衫，我看与你般配的很。林兄，这不合适。陆兄，你要是再推辞，就是瞧不起我这知交了。谢过林兄。陆兄慢走，日后若有闲暇，随时来我这汉墨轩，我林某必将扫踏相迎。写《西游记》的，就是这小子。衙内，我们收买的汉墨轩伙计金口之人，绝对没有错。您看李远峰对那小子的殷勤劲儿，这是棵摇钱树，何该栽在我们高家的院子里？跟上，走。怎么回事？被人盯上了。那本《西游记》是你写的？是又如何？给你3两银子，后续《西游记》的书稿都得在我高家书坊刊印。我们衙内可是宪宗公子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若我不卖呢？不卖，在整个江陵县地界，还没有人敢跟我说不。知道上回拒绝我的人在哪儿吗？上次那小子被我们打得正在城门口要饭呢。小子，真不想变残废，就乖乖把书稿交出来，给我教训他！才练了10几日拳击，竟有这等威力，这金手指恐怖如斯。我爹是县令，你敢？
今日只对你小惩大戒，若再纠缠，我不介意让县衙换对父子。渊儿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。好。哎呀，这不是我们陆家大才子吗？让我们一大家子喝着肚子等，好大的排场。奶奶都60多岁的人了，饿得心直发慌，你眼里还有没有他老人家？奶奶恕罪，今日夫子单独留校指点课业。快坐下吃饭吧。娘，今日加个菜。渊儿，这烧鸡是哪儿来的？该不会是偷来的吧？还有你这绸缎衣裳，我们陆家供你去读书，你还哪有银子去置办衣裳啊？定是一并偷来的。娘，家里送明渊去读书，他竟学小偷小摸的手段，该请家法处置。明渊，这烧鸡是哪儿来的？奶奶，今日夫子夸我课业有加，特意奖励给我的。卖画本赚钱的事暂且不能说，二叔的真面目还未揭露，若知道有这笔钱，定会变着法子来讨要。哈，赵夫子奖励的。他运气咋这么好？我读书几年都没被夫子奖励过一次。太好了，渊儿能得夫子这般看重，简直是菩萨保佑。好小子，真给你爹长脸！快给你奶奶扯个鸡腿，孝敬一下。好。奶奶，您尝尝。哎，好，乖孙儿，真是奶奶的乖孙儿。娘，你也尝尝。娘不爱吃，你吃。这位老先生是？老夫陈远，青松学院夫子，来寻学生陆明文。陈夫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拜见陈夫子。好好。你是明文的父子？哎呦，稀客，真是稀客呀！快请坐。好戏开场了。坐。老夫人安好呀。老夫今日恰好路过贵村，想着明文这孩子啊，平日里用功，今日路过此地，便顺道过来瞧瞧他。能得夫子这般赏识，是我们陆家之幸啊。老夫人，您这个孙儿了不得呀！老夫执教20余年，见过聪颖的，见过刻苦的，像明文这般既有天赋又肯下苦功的，还是头一个。老夫人，不瞒您说，此次县试，老夫敢担保他必定10拿9稳。若是他能继续保持这股劲头的话，将来金榜题名不敢说，一个秀才功名，怕是8九不离10。好，多谢父子吉言，多谢父子栽培。从文家的，快去把那只芦花鸡杀了，招待夫子。使不得，这天色已晚，老夫回县城，不能耽搁。来，明文，送送夫子。夫子请。娘，夫子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？我活了这把年纪，耳朵也不聋。我听夫子夸我大孙子有出息了，能考秀才了。娘，儿子没用。老二，你这是做啥？您知道夫子为何只敢说明文县试8九不离10，却不敢说金榜题名吗？这读书的事儿，谁敢说的那么满？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秀才，眼界见识就只在县试这1亩3分地，他能教出府试的学生，都已经是极限了，又怎敢妄言更高处的风景？若是明文一直跟着他，此生也就止步在府试了。我今天去县里，听到城里有名的大户高家，
他们新开了一间府学，请的先生不是秀才，是正儿八经的进士。进士老爷？没错，进士老爷亲自授课。你想，秀才教出来的孩子能考秀才，那跟着进士老爷将来考个进士又有何难？况且，名闻天资聪慧，只是缺一个好平台，缺一位好名师。这高家书院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登天之梯呀！娘，铭文只要进高家书院，别说秀才，将来入仕做官，光宗耀祖指日可待呀！去，必须去！砸锅卖铁也要让铭文去。这束修需要多少钱？20两。好，20两就20两。老大。老二，你们两家一家出10两，无论如何也把铭文送进去。无论如何也把铭文送进去。娘，我们这些年为了供铭文读书，家里早已是东挪西凑，家徒四壁，实在是凑不出来那么多。我现在只能凑出来5两。是啊，娘，我们2口子没日没夜的干，也就能勉强糊口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啊。唉，你们也是为了我们铭文呐。娘，我们大房可没有那么多的钱，名媛读书也要花销，家里1年到头刨去吃穿用度，也剩不了几个子儿啊。怎么可能？谁不知道大嫂你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可是带了不少嫁妆，现在那箱子还在你们床底下压着吧？大哥，大嫂，你们就看在铭文的前程，看在陆家的将来，你们就把嫁妆拿出来吧。不行，那是给我家明渊留的。大嫂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明渊还小，还早着呢。可我们铭文眼看就要一飞冲天了。是啊，这节骨眼上，难道要因为区10几两银子，断送了我陆家的麒麟儿吗？可是那区10几两银子是我爹娘。住口！大哥，你还记得爹临终前的嘱托吗？爹还是心软了。昨日瞒下卖画本的事是对的，待会儿爹看清楚二叔的嘴脸，才会对二叔彻底死心。大哥，我知道你心疼明渊，可明文也是你的亲侄儿啊。这些年，为了供他读书，我砸锅卖铁，四处求人，脸都不要了。如今登天的梯子就在眼前，一步就差这一步了。你忍心看着他就这么掉下去？忍心看着咱们陆家再沉沦几10年？明文，给你大伯大娘跪下，告诉他们，以后你有了成就，怎么报答他们？大伯大娘，侄儿在此立誓，今日若能得大伯大娘相助，入高家府学，他日若能金榜题名，定不忘大伯一家恩情。侄儿的荣华便是大伯的富贵，我陆家门楣必由我陆铭文光复。老大，你怎么看？娘，且慢！大人议事，你个小屁孩插什么嘴？赶紧退下！你这小兔崽子，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二叔先别急，不妨先见位客人。二叔可认得这位先生？不好，这小畜生竟把书院门房找来了。这不认识，从未见过。你这小兔崽子，眼看着铭文要进高家书院了，你从哪儿找来个老头搅局？娘，我看他就是眼红铭文。是。明渊，你不要胡闹了。奶奶容禀，昨儿并非胡闹，只需片刻，定让您看清此事来龙去脉。堂哥可认得这位先生？堂哥也说过，书院最重品德，若是让夫子知道有人在外当众撒谎，定会被逐出书院。我认得。是书院的人，还是小畜生请来的？难道……奶奶，二叔常送大哥去书院，却佯装不认识书院门房，
二叔这般遮掩，莫非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你这小畜生，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你住口！老二，你说实话。娘，我刚才没认清，这确实是书院门房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这就送他回去啊。二叔且慢。这位老人家说，昨日亲眼见二叔用绸帕包着银两送给陈夫子，二叔不妨来说说，用重金收买陈夫子，所谓何事？老太太，这位小哥所言句句属实。昨日你儿子在书院门口给陈夫子送礼，好多人都瞧见了。陈夫子夸铭文，原来是被银子喂出来的，难怪二弟和弟妹污蔑我们行贿如此熟练。行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铭文去高家书院的事，回头再论。小畜生好狠毒，先弃我儿吐血，又断他前程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好，明远，老夫知道你需数月苦功，方能有所小成，不曾想短短月余，你便以文章通达，当真是天赋异禀啊！全赖夫子栽培，不必过谦，正是你的天赋。以你如今的学识与文章，拿下同是3榜已是10拿9稳。不过，老夫要你拿下3榜暗手。3榜暗手，不错。老夫给一位大人物推荐你，此人与我是同年同科举，当年老夫只考了个举人，而他却是当年的榜眼，如今更是我大前的一方大员。若能拜入他的门下，日后你的路便平步青云。一方大员，明渊，想要拜入这位大人的名下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他眼界极高，你只有连中县市、府市、院士第一，才能入其法眼。明渊，你可能做到？学生定不负先生所托。好。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。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，孝弟而好犯上者。”娘的心肝也要去考县试了，月儿好生应试，娘在家里等你喜报啊。娘，且宽心，儿子定将县试暗手的喜报带回来。还想一举夺得暗手，怕是进了考场，被考官的威严吓到尿裤子吧？都住口！明渊，这种狂言在家说说就罢了，莫要出去惹人笑话。知道了。老大、老二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2个带着孩子走吧。是，娘。开考。才读1个月书就敢来考县试，现在原形毕露了吧？我们陆家的脸面都要被他丢尽了。君子不重则不威。夫子之言，重非图外事之谓，乃为君子心性之沉潜，德业之积累，自然而发，为不可犯之威仪也。这破题角度破得好啊！这少年不仅学问扎实，更难得的是能将古圣先贤的教诲融会贯通，并能从中提取出自己的见解。此子前途不可限量啊！
时辰到。哎，快来快来！哎，快来！呀，爹，我这次必中，经一题简直为我量身打造。莫说中榜，便是3甲，我也能考回来。哎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陆家呀，我自己来，终于要出一个考取功名的人了。大哥，科举这东西啊，看的是机缘，是运气。名媛一回考不上，还有2回、3回嘛。爹，咱们走。哎，快看看，有没有我？我中了，我中了！哎呦，恭喜啊！哎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17，第17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不可能，我怎么才考第17名？我那经义文章明明写的精彩绝伦，从古至今，从修身到治国，无一不全，为什么才第17名啊？能中就好，能中就好啊！不错，看你堂弟。连榜都没上去，榜上无名，丢人现眼呐！呀，哎，你别难。爹，你放心，前3甲还尚未公布呢。前3甲？你知不知道前3甲那都是寒窗苦读10几年的大才子？不知道是谁？你才读几天书啊？哼！哎，来了！啊！肃静！本年县试3甲已定，第3名。林远江，哎呦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我家有个闺女要嫁给你。哎呦，我都有6个媳妇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就是第2名高佳明。哎呦，恭喜啊！恭喜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养一头，是谁夺走了我的暗手。就剩暗手了。你该不会还做梦？暗手是谁啊？他要是能考上暗手啊，我当场吃粪。县试暗手，陆明渊。暗手呀！你得了暗手！暗手？这怎么可能？陆明渊是谁？没听说过江陵县还有这等才子。难不成是那个深山老林里苦读出来的怪才？可是陆明渊陆公子，县城大人特命我等相请。县城亲邀，连高佳明、林远江都未曾有如此殊荣，竟是这小子夺我暗手。劳烦带路。二叔，您刚才说若我考中暗手，你要吃什么？就是。嘿嘿，你看，大人，陆暗手到了，快传！学生拜见县城。哎呀，陆暗手不必多礼，你可知我为何请你前来？学生不知。哎呀，按例县试暗手可入府学，本县另有高家、林家2座书院，甚是不错，还有进士坐镇。听说你与林家少爷林远峰相熟，确有此事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可以直接择林家书院，可省去不少麻烦呢。谢大人指点。县城与县令分明政见不合，正好我与林兄相守，与高衙内结怨，林家书院确实上选。暗手，不得了，不可能！娘，这小兔崽子肯定在撒谎，该请家班好好治治他了。二叔和大哥回来的早，没有告诉你们我考中了暗手吗？明文。弟妹，此事看起来是千真万确啊！明渊此次考试得了县试暗手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老夫打算开祠堂祭先祖，告慰我陆家列祖列宗。陆家这一门呐，终于出了一个县试暗手啊！真好啊！真好！列祖列宗在上，陆氏子孙明渊高中丙辰年县试暗手。请暗手祭告先祖。
苍天无眼，怎让小畜生考上了现世暗手？从文，家中可有难处？我没有啊。从文啊，你是个老实人，这些年为族里也尽心尽力了，宁愿能有今日的成就，你这个做父亲的功不可没。老夫决定，从今日起，送陆明渊去县里府学读书，每年束修、笔墨、齿印，一切花销都由族里全部承担。什么？小畜生那么狠毒，凭什么好事全落他们头上？理如此。从文，快带着明渊谢过族长。来，明渊。明渊，你是陆家村100多年来第一位现世暗手，虽然还不是秀才身份，但是高中暗手，日后一个举人是免不了的。老夫何德何能接受未来举人老爷的鞠躬啊？明渊，你现在可是我们陆氏全族的希望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向老夫说。只求族长爷爷准我们分家。我不同意！这小畜生如今有族里供养，大嫂那箱嫁妆他用不上，要是真分了家，我们还怎么谋取那箱嫁妆？这都是明文进高家书院的银两。你奶奶还在这儿，这分家的事哪有你一个小辈说话的份儿？分明是想把你奶奶气死。好啊，你刚做完暗手，嫌弃奶奶碍事儿了。奶奶误会了，孙儿之所以想要分家，是因为县城大人举荐孙儿去林家书院读书。若是我能进书院读书，爹和娘可以一起进城照顾，可让我无后顾之忧的读书。而且书院内还有进士老爷亲自授课。进士老爷绝不能让这小畜生进林家书院。要是有进士老爷教授，他考个秀才举人回来，岂不是一辈子把玩踩在脚下？弟妹，这可是光耀门楣的天赐良机啊！娘，不能分呀！是啊，娘，二叔二婶这般阻拦，莫不是不想让我去林家书院读书，想断了我陆氏宗族的门脉吗？明渊，我们绝无此意，还请奶奶成全。弟妹，难道要让列祖列宗寒心吗？分就分吧。渊儿，让你娘陪你去县城，爹在家种地，供你们啊。你一个人种地养我们娘俩太辛苦了，我留下来跟你一起种地，我们供明渊。爹娘不必争执，银子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。这么多银子，我的天！渊儿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们可不能走歪路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县里传阅的《石猴记》正是孩儿的拙作。那本奇书是您写的？这30两只是上月的分红。太好了，当家的，咱们有了这笔银钱，就能在城里面租一个房子陪明渊读书了。对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做点小买卖，养家糊口。租房不是该买办宅院吗？明渊啊，现世暗手只是开始，接下来府试院试还需再接再厉，争取连中3元，才能拜入韩文兄门下。学生定当全力以赴。赵叔，远峰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2人正好商议进林家书院的事宜啊。陆兄，暗手啊！我就知道陆兄你绝非池中物。林兄过誉。赵先生都跟我说了，你能来我们林家书院，都是因为我林远峰。陆兄，能认识你，我林远峰实乃3生有幸。既然如此，那劳烦林兄一事。陆兄尽管吩咐，我林远峰上刀山下火海，义不容辞。麻烦林兄帮我在城里置办一套3进宅院，要生活家具齐全。陆兄早该进城买套房了，刚好我林家有处别院，正好符合陆兄的要求，我这就去安排。
子也忒大了。哎，你怎么租这么大的房子？咱们一家3口住个小院就够了，渊儿。渊儿，你读书用钱的地方还多着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这房子呀不必付租。白住。渊儿，你前途广大，咱可不能占人便宜，因小失大呀。因为啊，这房子是孩儿买下的。这是一儿买下了。当家的，咱们有房了！一儿，咱们有房了！咱们有家了，有家了！咱们有房了！娘，看看咱们还缺什么，有空去采买。好，走，快！一个小小的县市暗手，敢瞧不上我高家书院，今天本少爷一定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！给我滚出来！怎么是你？正是在下这个不长眼的。我刚才说着玩的，还要给我点颜色瞧瞧。快跑！渊儿，到了书院就好生念书啊。娘放心，孩儿走了。听说了吗？今年的暗手是泥腿子出身，还要来我们书院入徒。哼，乡下小子，只不过走狗屎运，他侥幸罢了。就是他，你就是本届县市暗手？那是赵家小少爷赵少阳，他拦住的人是小暗手吧？闻名不如见面，只是陆暗手这身行头未免太过朴素了些。圣人云：衣冠不整，则礼仪不肃。陆暗手莫不是将圣人教诲都忘在了乡野的田埂上了？《论语》有云：君子谋道不谋食，忧道不忧贫。衣衫不过是蔽体之物，学问方是立身之本。若心思皆在绫罗绸缎之上，又何谈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？这小子有点门道。哼，不过是牙尖嘴利罢了。等进了书院，是骡子是马，很快便见分晓。参见周教习。坐。县市暗手陆明渊，学生正是。你虽是暗手，可初次来书院，我考考你课业如何？是。大学首句：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何为明明德？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虚灵不昧，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怎么可能？他答对了。孟子尽心上言，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又言存其心，养其性。尽心与存心有何不同？哼，这题难度，怕是秀才都回答不了。这小子肯定答不上来。回先生，学生浅见。存心者，固守本心也，不为外物所移，乃守成之功。尽心者，是推己及人，将本心之善推及万物，乃开拓之道。一为内圣，一为外王。存心是体，尽心是用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这小子是妖孽！哈，速去请林三爷，这个学生我教不了了。拜见林先生。他就是个天才呀！不必拘谨，坐下说话。你就是陆明渊？学生正是。《山海经》所载，冠胸国，其人胸有大洞。若以医家经络之学论之，此洞当在何处？前朝水经注对江陵县水文记载有3处错落，你可知是哪3处？回先生话，先生说的这几本书，学生都未看过，所以不可作答。
连《山海经》都未曾读过，果真是乡野村土。这般浅薄，看先生如何责罚他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你在书院随我读书，这般璞玉，岂能埋没在寻常课业里？来，谢夫子。赵夫子与我是故交，他信中盛赞你，知之为知之。今日是你，果如其言。原来先生与夫子是世交。这些是前人对禹贡和水经的地理注解，经义是你之长，但不可偏废。为学者，当胸有丘壑，放眼天下。另外，从今日起，你需每日读一本圣人经义，温故而知新。我会每日考教你的进度。学生谨记。好，2个时辰后，且让老夫看看赵夫子所言非虚。恭送夫子。2个时辰吗？足矣。明渊，可有所得？夫子略窥门径。我且问你，前朝大儒顾廷林曾言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而当今当朝户部尚书张一正亦有言：“知责任者，大丈夫之始也。”此2者皆言责任2字，你可知其间可有异同？回夫子话，学生以为顾先生所言之责在天下，是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，是士大夫对家国天下的担当。其责重于山岳，非大义理、大智慧者不能担。张尚书所言之责在吾身，是为人子之孝，是为人臣之忠，是为人之有信，是先修吾身而后齐家，再及治国平天下。其责始于毫末，人人皆可为，也人人皆当为。前者为道，是方向，是读书人仰望的星空；后者为术，术是根基，是吾辈脚下的土地。无后者之积累，则前者为空谈；无前者之引领，则后者亦陷于私利。2者一体两面，缺一不可。好一个一体两面，缺一不可。明渊，赵夫子和我小觑了你，你的心比我们看得要更远，想的也更大。俯视在即，以你如今的才学，过是必然的，甚至夺魁也大有希望。多谢夫子。你看这个，来了，来了，哎呦，陆兄早。陆兄，昨日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陆兄见谅。没事没事。陆兄，你看我这篇破题，民为贵3字，我总觉得气势弱了些，不知该如何改动。兄台此文立意在君王当以民为本，固然不错，但格局稍小。或可将视角拔高，论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，言明民心即天心，则文章气象自当不同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，多谢陆兄指点。陆兄这般才学，难怪被林先生亲自教授，他日必定高中。我等荣幸，竟与陆兄攀得同年之谊。多谢陆兄指点。小人得志，岂让你猖狂几日？等俯视，见真章。陆明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3进宅院，他住这儿，他们大房哪来的银钱？有趣，堂弟住着3进的豪宅，受进士老爷教诲，堂兄却挤在这书院的破屋里，听秀才讲学。你是何人？我们衙内是县令家的公子。高衙内，明明你才是陆家长子，如今倒被个泥腿子压得翻不了身。他这般风光，住3进的豪宅，
可曾助你半点银两？若不是他使坏，阻我前程，我怎会如此落魄？那就对了，替我对付陆明渊，高家书院自有你的位置。真的？本衙内说话算数。陆明渊，你本该一辈子下地干活，供我读书。如今你断我前程，坏我进高家书院的机会，都是你逼我的。我要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云儿，快来！娘，看，娘给你做的新衣裳，穿去府试定能给我儿带来好运。穿着娘做的这衣裳，儿子定给你拿个府试按手回来。爹娘，孩儿告辞了。月儿她还没有出过远门。孩子长大了，总要出去闯的。有林家书院的教习跟着，还有那么多人，没事的。月儿定能平平安安的。周夫子，房间都给您留着呢，还是老规矩，天字号的院子。诸位，此地便是我们在杭州的落脚之处。考试在即，安心备考为上。房钱每日200文，我们在此停留5日，也就是1两银子。价格也比平时高，不过临近府试，坐地起价，在意料之中。各位举人老爷，里边请。哎，陆兄，杭州府比江宁县繁华10倍，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同去赏玩如何？陈兄，府试在即，不敢耽搁。陆兄这般才学，能手不释卷，我才学不及他万一，怎敢虚度光阴？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堂兄今日怎么如此殷勤？堂哥，堂弟，我估计是没希望了。你是县试按手，府试也是10拿9稳呀。我祝你金榜题名，考上秀才，为我们陆家光大门楣啊！谢谢堂哥，好好考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何时这般好心，盼我考过府试？得手了。小抄也放进他篮子里，等搜出来，看他怎么死。原来如此，竟与高衙内勾结，这种下作手段害我。看你这次还如何翻身。陆兄，我先进去了。怎么可能？小抄呢？我亲眼看着陆明文放进去的。堂哥，咱俩一起。你先走。是小抄。
来人呐！有人舞弊，把他抓起来！这不是我的小抄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肮脏巨货！这上面密密麻麻的字，难道是鬼写的不成？给我带回府衙！作弊！这辈子别想再考科举了。这不是我的，这小抄是他的。证据确凿，还敢攀咬？莫非是你亲手放进我篮子里的？没错，就是我放。哼，好啊！不仅作弊，还敢诬陷同窗，罪加一等。我劝你说出实情，若你只是从犯，那罪责会轻很多。是他，是高衙内主谋，我才污蔑明渊的。抓住他！请学子进城，莫要耽误了府事。开始考试。论通漕运，开海界二策，何者更利东南民生？有趣有趣。考题刚发下去，这位学子便开始不加思索拿笔破题。难道是这题太难了？他破罐子破摔了？漕海之政，非利弊之辩，实为体用之活。学生以为漕运为国之经络，海运为民之血脉。经络以固本，血脉以活体，二者非但不悖，实乃相辅相成，一体两翼。好大的气魄！这满堂的学子，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的思考，如何从这二选一当中得出最优解，而唯有此子开卷，便掀翻了棋盘，告诉你，这考题本身就是个错误。学生以为其症结在于进而不在开，欲进则利欲后，欲后则人欲铤而走险，何不因势利导，变进为书，策在杭州。当于杭州设市舶提举司，总揽出海诸事。是故漕运如弓，海运如箭，以漕运保心腹之安，是为张弓；以海运拓四海之利，是为射箭。攻强建立，方能威加海内，富甲天下。若杭州能为天下先，此行漕海一体之策，则不出10年，东南财富当冠绝大前，民生之利，何须二选其一？市舶司、传引、抽分，以商治商，这哪里是一个学子的策论？这分明是一份可以直接呈送御前，足以改变大前国策的万言书。快禀报知府大人，杭州府要出真龙了！大人，大人！陈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身为府试主考官，阅卷期间竟敢不顾规矩，擅离阅卷之所，擅自将考卷带出。你可知，一旦此事传扬出去，将置本府于何地？置大前科举清誉于何地？从现在开始，不得参与阅卷，以免有失偏颇。大人您息怒，您看此卷，背着个断言，此乃荆轲府试之暗手，暗手之名非他莫属啊！大人，且假以时日，你也可以凭借此人一飞冲天，风格拜相，光耀门楣呀！哼，陈峰，你莫不是被连日的阅卷给冲昏了头脑？你可知啊，杭州府若真有人能助本府风格拜相，又何必劳烦圣上将本府请出京城，来坐镇这江南一方？大人，陈峰拿性命担保。学生以为漕运为国之经络，海脉为民之血脉，经络以固本，血脉以活体，二者非但不悖，
实乃相辅相成，一体两翼。这是何人的试卷？此考卷非但俯视按手，就算放到殿试，也是状元之才。待放榜后，接此人来见我。是。陆兄，放榜了，放榜了，咱们看榜去。走，哎，走。放榜了！哎呀，放榜了，是放榜了。我这还挺紧张的。快看看啊！哎呦，快看看！快照照，快照照！哎，是我42名，我中了！我中了！恭喜啊！娘，孩儿不孝啊，再次没中。你看，23名陈子望，陆兄，我中了。恭喜陈兄！哎，是啊，哎呀，真是好啊！第7名赵少阳，是赵兄啊！是你的名字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赵兄！恭喜赵兄！实至名归啊！太好了，陆明渊这个小子榜上没名。明渊贤弟莫要灰心，这科举之路本就艰难无比，你还年幼，根基尚浅，回去再读个10年8年的，总能得中了。前3甲尚未放榜，你急什么？难道活不到放榜之时了？陆明渊，你休要猖狂！你真的做梦了？高中前3甲，你知道这里是哪里？这是杭州府，是东南文风鼎盛之地，多少饱学之士在这里折戟沉沙。我考了5年没考上，我自幼拜在名师门下，寒窗苦读8年，还方能侥幸中得第7。你一个乡野来的小子，入狱不过1月有余的时间，凭什么能高中按手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！自己是废物，不要说别人也是废物。还有啊，别到时候死到我面前，血溅到我身上，还麻烦我换衣服。你给我等着！我倒是要看看今天你陆明渊怎么收场。我就在这里等着前3甲放榜。肃静！新科府试前3甲放榜。3甲要来了。第3甲，杭州府杜文远。哇，中了！是杜家的文远公子啊！杜公子乃是我杭州府有名的才子，一手策论写的是出神入化，得个第3名，真是实至名归啊！恭喜！第2甲，杭州府林博文。恭喜呀！恭喜！知府的亲传弟子，他竟然只得4名。林公子3岁成师，7岁出口成章，9岁现世夺魁，所有人都认为他是荆轲暗手，这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能将他压下一头？恭喜林兄，有府尊大人亲自教导，还能高中4名，当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多谢杜兄吉言，能与杜兄同登甲榜，亦是博闻之幸。只是不知是哪位高才如此荣幸，让我与杜兄只能屈后。哼，连府尊大人的高徒都只能拿个4名，一个乡野小子，该不会真的觉得剩下的暗手是你吧？本届府试，杭州府暗手，江陵县陆明渊。是陆明渊，真是您是谁啊？陆兄，你中了，是暗手，了不起呀！暗手啊！是啊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你这个乡野小子？是他，绝对有黑幕，绝对有黑幕！对，什么？3天前，府试还在阅卷的时候，我看到有考官把你的考卷给知府大人。若你和知府大人没有勾结，怎么可能你是暗手？一个这其中出身的，绝对有一场天大的舞弊。知府既然看过他卷子，这莫非真有内情？一派胡言！诸位同窗，我林博文乃知府周大人亲传弟子，此事众所周知。若真如赵公子所言，这府试之中存在内幕勾结，那请问恩师为何不将这暗手之位授予我这个亲传弟子，却要授予一个不相识的外省之人呢？难道在恩师眼中，我林博文的才学，我林家的脸面，却比不上区区一个江陵县的学子吗？对呀，林公子可是知府的亲传弟子，不应该只拿次名啊！这若是知府舞弊，
按首当是林兄才是。你看到他人考过，却不思反省，反倒在此信口雌黄，污蔑主考官，构陷学子。现在却将满腔怨毒撒向为杭州呕心沥血的知府大人。周大人上任3载，勤政爱民，对呀，兴修水利，重开书院，杭州百姓皆是有口皆碑。其为人，我等杭州学子更是心悦诚服。岂如你这等跳梁小丑，在此肆意污蔑，你该当何罪？说得对，林公子说得对，将这个妖言惑众，定当是无耻之尤。把他抓起来，污蔑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，将此狂悖之徒拿下，押入大牢，听候知府大人出关发落。没错。啊！你们，走，就应该给他抓起来，把他抓起来。林博文见过陆兄。陆兄，博文落败，心服，却意难平。不知陆兄可否让博文亲眼目睹案首的文采？陆公子，本官杭州府通判张承运，知府大人有言，放榜之后，请您前往府衙一趟，大人要见陆公子。哎呀，学生陆明渊遵命。陆公子，请。哎，张大人，学生。大人只见陆公子一人，大人有令，让你在门外等候。大人，陆公子在此。学生陆明渊拜见知府大人。不必多礼。承运。把门关上。陆明渊，你那篇新册论大钱利弊与革新，是何人教导，还是你一人所写？回大人，无人教导，学生一人所写。那民生百业为用，何解？海运风高浪急，利寇亦险大，非朝廷所宜亲自涉足，当尽归于私。归于天下商民，朝廷所要做的不是下海与民争利，而是设关卡、立规矩、收其税，以万国之财，以充国库，以济民生，此为开源之法。那一旦开放海禁，万千商船出海，鱼龙混杂，巨寇大盗混迹其中，我朝廷水师有限，如何能一一甄别？如何能保海疆安宁？大人所忧，便在于将商与寇视为一体。认为只要海商多了，海寇便也多了。然学生以为二者实为死敌。大人请想，这些海寇劫掠者为何？不正是这些来往交易的商船吗？最渴望海疆净平、航路顺畅的，不是朝廷，而是那些将身家性命都压在船上的海商们。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这些海寇正是断了这些海商的财路。学生此计名为以商治商，实为以商治寇。好一个以商治寇！陆明渊，本府宦海沉浮20载，自问也是见过一些治世之才，却从未有一人如你这般，将天下大事分析得如此透彻，如此一针见血。你虽年幼，然胸中丘壑远胜常人，璞玉须得良将雕琢。你等天纵之才，若无名师指引，岂不可惜？本府想收你为徒，不知你可愿意？陆公子，周大人是2甲进士出身，这可是多少才俊想拜师都求不来的机缘。谢大人厚爱，不过学生不可答应。什么？为何？学生已有承诺，我的启蒙老师陆家村的赵夫子，他说若我3次连中榜首，他便会为我引荐一位大人物作为我的老师。陆公子，你糊涂啊！这乡野夫子能见什么高人？陆家村赵夫子，原来是他！怪不得，我早该想到的。你那位赵夫子与这当年的榜眼进士，如今的江苏巡抚林汉文大人，乃是知交好友。若我所料不差，他要为你引荐的便是这位林大人了。居然是林巡抚！林巡抚之才犹在我之上，其为人风骨更是我辈楷模。你能拜入林大人的门下，已是天大的福分了。不过本官还要为你再添一喜，恭喜你即将有爵位在身，3喜临门。什么？请。林兄，告辞。老师竟亲自相送。博文啊，苍鹰与黄雀
刻有青云路案。你策论中所言，开海运以补漕运之穷，引商税以充国库之虚，此16字字字珠玑，直指我大秦立国100年之沉疴。本官通晓未免，将你的策论精要整理成了一份万言奏书，用800里加急发往京城，直呈御前。以你此策之功，若圣上与内阁诸公看得上眼，一个视觉罔替的男爵是至少的。陆兄，陆按手回来了，我们江陵县的陆按手回来了。陆按手，小人斗胆，想请公子为小店留下一幅墨宝，以作纪念。小人也知此举唐突，区薄礼，还望公子莫要嫌弃。掌柜的有心了。3更灯火，5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啊！哎呀，好诗，好诗啊！此诗是千古绝佳劝学诗，当悬于天下学术。说的没错，好啊，好。云儿，当家的，云儿回来了，云儿回来了。云儿，好小子，俯视暗手，咱们陆家终于出了一个读书人了。娘的云儿也当秀才公了，娘这辈子值了。娘，儿子没辜负你的期望。云儿，你考上了暗手，所长说等你有空回去开祠堂祭祖。他还说想告诉咱们一些隐秘的事情。你奶奶也说她想你了，要不要回去一趟？也该回去一趟了，顺便去看看夫子。走啊，吃饭去。哎呀，快来看看。俯视暗手回来了，可算回来了。你家明渊真是给咱们陆家长脸了。孙儿拜见祖母。娘，儿子回来了。使不得，我的乖孙儿，你如今是文曲星下凡，身子金贵，哪能再行这般大礼呀？明渊，你奶奶说的在理。族长爷爷，我就是过了府试，纵是考中了状元，那也是奶奶的孙儿。孙儿给奶奶磕头，天经地义。这孩子真懂礼数啊！大哥，明渊，二叔知道错了，你现在是俯视暗手，现在风光无限，求求你放过明文吧，把他从大牢里面放出来吧。明渊，以前是二婶不对，你不能因为二婶得罪过你，就让人把明文抓了呀。什么？明渊让人把明文关进大牢了？什么？明渊让人把明文关进大牢了？亲堂兄弟哪来的这么大仇怨？大哥，你帮我求求明渊吧，求求明渊吧！大嫂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给明渊磕头赔罪了，但是明文到底还只是孩子，求求明渊饶过明文吧。娘，你说句话呀！二叔既说我报复堂哥，那何不跟大家说说，堂哥究竟做了什么事才被下狱？不就是因为以前的一些旧账吗？再怎么说，那也是血浓于水啊！府试当天，堂兄将小抄私藏于我考栏内，若不是我及时察觉，被考官发现，那么现在坐在大牢里的便是我。天杀的白眼狼！我儿子的前程差点被你儿子毁了！你们，竟敢大打一耙！老二，你竟敢跟那畜生骗我！明渊句句属实，这是我杭州老友的亲笔信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断亲，今日就断亲！陆从志，
从今往后，你们是死是活，和我陆从文再不相干。大哥，我以陆家族长的身份宣布，将陆从志一脉赶出陆家村，永不复入宗谱。这种事情，怎么办呀？明远，你可知我们陆家村的根在何处？我们陆家村不是这江陵的土著，我们的根在千里之外的清河郡。清河郡陆氏？没错，我们是清河陆氏的分支。大前王朝7大世家之一，簪缨氏族，书香传家的清河陆氏。族长，这是真的？我们是清河陆氏的人。清河陆氏家规森严，连续3代没有出一个秀才的旁支，就会被赶出家族，迁往别处。我们这一支也是因此被赶出陆家，流落到这江陵县，在此处扎根繁衍，已有100年。族长，被逐出宗族，可还有回去的可能？有。古训有云，被逐出的分支，若是后辈子孙中有人能考中进士，光耀门楣，就有资格手持家谱返回清河，认祖归宗。哎呀，这真是太好了！明远，你现世府事皆是安守，如此天纵之才，考中进士只是时间问题。若你能考中进士，我们这一支就能堂堂正正的回清河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好，太好了呀！竟然还有如此渊源。学生拜见夫子。好啊！你的府事策论，老夫虽无缘得见，但能让杭州知府周太大人连夜上书朝廷，甚至惊动了咱们浙直总督的胡步堂胡大人，这意味着什么呀？意味着你的那篇文章不仅仅是写得好，而且写到了胡大人的心坎里，得到了他的赏识啊！你的青云之路必然铺开了一半。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林大人听说你的消息，已经动身赶往江陵县，等不及看你连中3元，便迫不及待地收你到门下。多谢夫子。陆明渊，你一个乡野小子，害我儿子关进大牢，你以为得了府事按手就高枕无忧了吗？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灭门的知府，破家的县令。这是江苏巡抚林汉文，他怎么在这里啊？这小畜生什么时候搭上了林汉文这条门路？撤！明渊，来。学生拜见夫子。这位便是林大人，还不快点拜见你的恩师啊？学生拜见老师。你我读书人不必拜师大场面，你这一拜便是入了我的门下，从今往后便是我林汉文的弟子。汉文兄公务繁忙，今日特意抽出时间来看一眼，所以这些虚礼啊都免了。你既已入我门下，为师呢也不能没有表示。这是100两银票，你在林家书院平日里的笔墨纸砚，人情往来，处处要开销，你请收下。先生，这万万不可。明渊啊，林大人他宦海多年，这银票于他而言只是个数字，如今有了你这位学生，便如同有了半个子嗣，你就收下吧。学生谢过老师。好啊，天色已晚，明日一早我便启程，
赶赴江苏，便不多叨扰了。明渊啊，你且跟着赵夫子好好学习，打下根基，为师在江苏等着你院士高中的好消息。学生定不负众望。可恶，这个乡野小子得了林汉文的青睐，还收他为徒。我要灭他满门，林汉文定会从中阻拦。有办法对付这个野小子了。去，把乡野小子的二叔跟二婶带过来。是。大人，人带到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小的陆从志拜见县令大人。陆从志、赵氏，你们儿子陆明文带坏我儿，让我儿身陷牢狱，你们该当何罪？县令大人，冤枉啊！都是陆明渊那个小畜生，一定是他陷害我们家明文，还有高雅的。都是那个小畜生，那小畜生狠毒无比，县令大人就应该把他全家抓起来，抄了他的家。看来是本官错怪你们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把陆明渊给我收拾一下，本官就既往不咎。大人，我们愿意。行至何处了？启禀侍郎大人，已到达杭州城外。加快速度，在院士开考前，务必到达杭州府考场，将圣旨送到陆明渊手里。遵命。陆兄，这次的考试我有30%的把握，陆兄便是10拿9稳，说不定还能拿下这次考试的院手。若再是拿下院手，陆兄便是小3元了。陆兄可有信心？这小3元当仁不让。考生入场。陆兄请。且慢，诸位学子，陆明渊他不尊长辈，毫无廉耻，不配参加院试。如此无耻之徒，应该革除功名，赶出毒神的行列。没错，我是他的二叔陆从志，我证明陆明渊是个卑鄙之人，不配参加院试。我是陆明渊二婶儿，我以性命担保。什么？陆按手竟然是伪君子？这连亲叔叔和婶娘都出来指证了，此事怕是真的哦。你给我胡说！陆兄的为人我最清楚，忠厚正直，待人以诚。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！你才认识他几天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2位可是陆明渊的亲二叔、亲二婶，难不成自家人污蔑自家人？哼！没错，你们口中忠厚正直的陆大才子，在中了县试暗手之后，仗着兜里有几个臭钱，瞒着把他拉扯长大的老祖母，趁着老族长的赏识，就要和老人家分家。他把老太太一个人丢在乡下破屋里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可怜哟。他呢，带着自己爹娘到县里吃香的喝辣的，哪还管老太太的死活？陆明渊，你摸着你的良心，敢不敢对天发誓，中了暗手之后有没有和老太太分家？你说。小畜生，今日把这不孝的罪名给你坐实了，断你院士之路。在士林中传开，林汉文定将你逐出师门。等你没了靠山，本王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竟有此事！考到暗手就逼分家产，弃养祖母，这简直丧尽天良！呸！读圣贤书行诸狗事，表面道貌岸然，实则禽兽不如。此等败类，有何颜面与我等一同应试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他们家的孩子上次考试往陆兄的考篮里塞小抄，想栽赃陷害，被抓下了大狱啊！现在来这儿颠倒黑白，这是想公报私仇。住口！就算我等与陆明渊私怨在先，那又如何？一码归一码。现在说的是陆明渊他不孝，人品有亏。陆明渊，你敢不敢回答我的话？对呀，私怨归私怨，功成名就就弃养祖母，逼分家产，这简直是丧尽天良，无耻！圣旨到！
本官乃是礼部侍郎谭伦。谁是陆明渊？圣旨？怎么会有圣旨降下给这小畜生？学生陆明渊。陆明渊接旨。学生陆明渊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江陵县童生陆明渊，天资聪颖，学识渊博，于县市、府市连中案首，所成策论论漕运、海运一体，洞察民生，切中时弊，高瞻远瞩，实乃国之栋梁，振兴甚慰，特敕封陆明渊为江陵县县男，赏黄金300两，享10亿百户，望尔戒骄戒躁，勤勉修学，为国效力，钦此。县男10亿百户，陆明渊这小畜生凭什么得此殊荣？陆明渊，起身接旨吧。谭侍郎，我不服。陆明渊逼祖母分家，德行有亏，有何面目立于天地间？又何德何能配受着陛下亲封的男爵之位？这是玷污圣恩，还不快说！等什么？侍郎大人，小人陆从志是陆明渊的亲二叔，我对天发誓，刚才高县令所言句句属实。民妇是他婶娘，亲眼见婆婆被逼分家后，以泪洗面。二叔二婶，污蔑朝廷亲封男爵者，重则斩首示众，轻则杖80，流放3000里。这后果你们可掂量清楚了。放肆！谭侍郎面前竟敢公开威胁证人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侍郎大人吗？休要猖狂！我今天便是拼着大义灭亲，也要揭穿你的真面目。二叔，我给过你回头路了。陆明渊，本官问你，他们指控你苛待祖母，逼迫分家，是否属实？说来也巧，今日祖母心中挂念，特与家父家母前来送考。此刻他们已到考场外，孰真孰假，何不亲自问问他老人家？你们两个混账东西！我们陆家祖坟冒青烟，才出了明渊这样的读书种子，你们当书审的不说帮衬，反倒勾结外人来毁掉他的前程。我今天必须打死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！混账东西！我们知错了，混账东西！侍郎大人明鉴，老身陈氏是明渊的亲祖母，方才这两个孽障满口胡言，我孙儿从未逼我分家，更不曾让我挨饿受冻。但分家一事确实有之。大人有所不知，当时我孙儿得了去林家书院读书的机会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他爹娘跟着去照料起居，这时分家最是合适啊！分家后，我孙儿让他爹娘每月给我捎来1两银子，这孩子实心眼。我一个乡下的老太太，怎么能花了这么多银两啊？每月1两，我们学子读书1个月也用不了这么些呀！陆兄这不是不孝，这是天大的孝心啊！原来如此，我们险些错怪了陆安守。来人，将这3个诬告朝廷男爵的狂徒拿下，押入大牢。待本官见过周知府后，定要从严发落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明渊，二叔知道错了，娘！嘿，抓得好！冤事在即，陆县男，快去应试吧。此事本官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夫子嘉其之倾向，得道道焉，虽有此霸王不义矣。如此，则动心否乎？其他的学子怕是会引经据典，大谈特谈圣人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。出题的学政大人想看到的
真的是这样千篇一律的答案吗？若连行道之心都不敢承认，那这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又有何意义？臣则必动心，所谓动心者，非佳期之倾向，非霸王之权柄，亦非为一己之荣华富贵，所动之心，乃是那德行道焉之基也。来了，爹娘奶奶，渊儿，明渊，爹来呗。累不累啊？渊儿，你打得怎么样？题都答完了吗？好孙子，告诉奶奶，这院试啊，有没有把握呀？要是过了，你就是秀才公了。臭小子，爹这次不图别的，能给爹考个院士按手回来，咱们陆家也算是出了个连中3元，爹这辈子就值了。爹娘奶奶，你们放心，这院士按手如探囊取物般简单。来了来了啊！哎，来了，凤宝。哎呀，放满了，放满了！哎，看看自己的名字，中了，我中了，21！在哪儿呢？爹娘，我中了21！找到了，第37名，是第37名，恭喜啊！恭喜，我中了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怎么没有看到明渊的名字？可能落榜了。不会的，不可能，再找找。怎么会没有陆兄呢？名字没在榜单上，莫不会是前3甲？肃静，院士放榜，唱名开始。第3名，杭州府赵晨。我怎么是第3名？啊！赵晨素有神童之名，3岁能识，7岁能文，竟然只拿了第3名。第2名，杭州府林博文。什么？林博文竟然只是第2名？怎么可能？整杭州府只有林波文才能与我争按手，他不是按手，难道是陆明渊？啊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才12岁，求学才1年啊！县试、府试，多亏以示侥幸，这院士人才济济，他怎么可能再多按手？院士按手，江陵县陆明渊。好啊！真是超了呀！好厉害！是按手，中了！好小子，真爹长脸！我就知道，好孩子，整个杭州府的学子加起来，也抵不过陆兄一枝独秀。明渊兄，你12岁之龄，有出息了，连中县、府、院30按手，乃是我杭州府67年来继张阁老之后第2位3中按手之人。博文心服口服。我也心服口服。